爸爸的家已经是别人的家了，我们再去找他也没有意义。你这样说倒也没错，只不过你们不能总这样过日子呀。毕竟杨师傅年纪大了，你们总得替自己的将来打算打算。我会刺绣，也会学杨师傅的手艺。以前妈妈就是靠刺绣跟缝补来养活我们的，所以我一定做得到。真是太可怜了。你弟弟也应该开始上学读书了。正好，我广州有个朋友，他们夫妻俩一直都没有孩子，很希望能有个小孩和他们作伴。不如我帮你们跟他说一声，让他收养你和你弟弟，这样你们俩以后就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了，也可以好好栽培你弟弟，让他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你说这样好不好？谢谢少奶奶的好意，不过不用了，我们还是想靠自己的努力过日子。圆圆，我知道你很坚强，可是靠你刺绣和裁缝能挣几个钱啊？你弟弟的前途不就被你耽误了吗？如果你真为他着想的话，就应该接受我的好意，让我帮你们。我相信，你妈妈在天之灵，也希望看到你和弟弟将来有个大好前途，是不是？我的朋友并不勉强收养来的孩子非要跟他们的姓，拜他们家的祖宗，他们只不过是希望能有个小孩陪他们作伴，能奉养他们到老。如果你们去的话，还是可以姓自己的姓，认自己的父母。你跟你弟弟受了这么多的苦，你还要靠刺绣缝补过日子，那满满的前途不就被耽误了吗？有多少像他这样年纪的孩子都已经开始上学读书了，现在有个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却让他错过，你妈妈也会替你们感到难过的。我不知道，我要好好的想一想。圆圆，你想想，光是不能上学还是一件小事，万一又像以前一样被扒手集团抓去做坏事，那你们的将来还有什么前途啊？还是让我帮你们吧，这样你们可以有机会受教育，也可以出人头地，更可以证明你们不需要靠自己的爸爸就能光宗耀祖。我相信你们的妈妈一定会替你们感到骄傲的。好，好，师贤，这一切就包在我身上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师贤，你和老爷还要过2天才回来，那能不能先告诉我保险箱的新密码？怎么了？啊，因为有几个款项需要资金，我得动用一下周转资金。哦，是这样。好，我告诉你，记住了，936-752。好，好，师贤，我记住了。等你们回来，我就把账本给你们看。好。好，就这样。再见。总算有钱大发利用了。他妈的，真他妈憋死了！叶副总，你总算是来了，我等的都快急死了，我还以为你要赖账呢。哼，你要的钱，我怎么敢不给你？嘿嘿，你这话就说对了。我要是没有这笔钱，哼，我跑不掉，你不是也危险吗？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仓库的火是你放的。
提到那把火，我就生气。你说这眼看着就快要成功了，哎，太可惜。你说是不是啊？还好没有闹出人命，老爷现在也还没有问起来。万一他要追究起来的话，你可就逃不了了。李友，你还是拿好这笔钱，以后再也别来找我了。叶副总，就这点钱，也就够我花上一阵子。等我以后没有了，您一定得多帮帮我啊！李友，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？你明明说好拿好这笔钱就可以走人的。是，我是说要走人，可是我只是出去避避风头啊。等风头完了，我还得回来，不是？啊？等我以后没钱了，还管你要啊？就这么说定了啊！你喝点酒，我先走了。别动！别动！回去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啊！你们都听到了，郑家失火的元凶就是他，他还勒索我，跟我要钱呢。姓叶的，你胡说什么呀你啊！少废话，我带走，走，走，快走！快去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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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不是？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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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跑！站住！姓叶的搞什么鬼？他就不怕我被抓了之后把他给供出来？快点，你马上上，走。是。人呢？啊？哎，不见了。人怎么不见了？人呢？看到我前面跑了，肯定在附近，给我仔细搜。是。快，这边搜。人呢？啊，跑哪去了？我去那边看看，不见了。小队长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李勇这个人整天满嘴谎话，所以骗得老爷才这么相信他，交给他办很重要的事情。要是把他抓到的话，他很可能把别人拖下水的。他骗不过法官的，给我仔细搜。是。这姓叶的竟然敢出卖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别动！都别动！李勇，你已经跑不了了。姓叶的，你敢设计害我！李勇，我听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。各位警察，你们都听清楚了，都是他指使我干的，他让我放的火，他才是真正的凶手。好好，别冲动啊！李勇哥，你冷静点。有什么话呢？我们去警察局说。我觉得这当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少废话，我是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李勇哥，我没有出卖你啊，要不然我怎么会给你钱呢？你给我闭嘴！不许动！哎呀！你们俩随便报仇！好，给我走！去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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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动！你们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束手就擒吧！真正的凶手是叶伟文，你们抓他去啊！你们抓我干什么？别过来！人呢？不见了！快去找人！是。
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做的，你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。请。请喝茶。好。妈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夫人，是这样的，您先坐，我怕吓着你。妈，你坐。夫人，仓库放火的人已经找到了。真的有人放火？那是谁？怎么那么可恶啊？是李勇。李勇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被派去厦门办事了吗？他怎么悄悄地回来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火确实是他放的。为什么要放火呀？这没有道理呀！夫人，哎，老李，你火是李勇放的，我也看见了。这是李勇放了火之后，到我这儿来想勒索一笔钱逃走，我就用钱引诱他说出了实话。这件事情，小队长也听到的。对，李勇亲口说自己放了火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原来是这样。哎，老李，你们家阿勇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来呢？夫人，他不学好，辜负了夫人对他的培养。可是，他一定不会是故意的，可能是一不小心惹的祸。王夫人，您高抬贵手，放他一条生路吧。那李勇，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你们抓到他了吗？李勇顽抗拒捕，还抓我做人质，还刺伤了我。他挟持我逃走之后，还扬言要杀掉郑家全家，所以小队长就下令开枪了。他中了枪，摔下山崖。那时候天色已晚，山崖又深，我们派了好多人找他，都没有找到，想必凶多吉少了吧。阿勇，阿勇啊，阿勇！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真是造孽！阿勇啊！真造孽，造孽！哎。各位辛苦了。好，哪里？那就不打扰了。慢走。好，美芳，我也走了。等一下。我有话跟你说，跟我来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做了什么？我只是保护自己而已。听说厦门那边，老爷找上了阿发船长。你或许还不知道，阿发是世贤以前在安平的好朋友。他带着小军、小杰去过厦门的饭店。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，就是怕你担心。我本来想秘密把这2个孩子带走，带得远远的，他们就不会回来了。可是阿发却死命保护着这2个孩子，不让被带走，还杀伤了吴群，被关在了牢里。我托关系找人去牢里整他，要让他生不如死，他就不会说出这个秘密。但老爷竟然去厦门找他，这事儿不知道谁走漏了消息。
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美芳，你别怕，我已经找王毅去做掉阿发了。做掉？你为什么又要弄出人命来？你冷静点儿，这件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已经不是你退不退的问题了，而是我们自己要保护自己。美芳，你别怕，我会把所有的证据全毁灭掉，老爷子找不到任何的把柄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，这两个孩子已经到了这里，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。我已经跟小军说过了，要把他们姐弟俩送给别人收养。很好，我会找机会派人假扮你的朋友，把他们给接走的。魏文，你千万不能伤害这两个孩子，而且你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，受到最好的教育。你答应过我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伤害他们的。你就在家里安心的等我的消息吧。啊？叶伟文，你完了！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夫人，好了，这事我已经通知老爷了，他要你别自责，说这事和你无关。他有这个下场，真是咎由自取呀！我谁都不怨呐。你就别太难过了，这件事是个意外。老爷要你好好休息几天，他回来会处理这事的。啊，那我谢谢夫人。老爷和世贤怎么去了厦门这么久？家里头没个男人，要是再出什么事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妈妈带我去找圆圆姐姐，我要去找圆圆姐姐。宝贝，我就要找圆圆姐姐。乖啊，宝贝儿啊，你怎么就那么喜欢那两个孩子呢？他们有什么好啊？他们就像我的哥哥姐姐一样。奶奶，你叫他们住在我家，做我的哥哥姐姐好不好？他们又不是我们家的孩子，怎么能住我们家做你的哥哥姐姐呢？他们没有爸爸妈妈，我的爸爸妈妈可以分给他们。傻孩子，爸爸妈妈哪能分给别人呢？你以后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啊！我不管，我就要找圆圆姐姐。奶奶，快带我去找圆圆姐姐，快带我去吧。好，一会儿就带你去啊。好棒啊，奶奶你最好了。哎呀，小英姐，你看，这就是杨师傅替你做的衣服，很漂亮吧？杨师傅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，这件衣服应该是他最后的得意作品。他很希望有一天能看见你穿上它，才会这么用心的做，而且还在他身边留了那么久。杨师傅亲手剪掉它的时候，
心里一定很难过的。我知道，我爸他一定伤透心了。我不知道他可不可原谅我。他当然肯呐，否则他怎么会急着跑去郑家帮你求情呢？可是我已经回来这么多天了，他连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过，哪怕他打我一顿、骂我一顿，我也认了。可是他越是这样不跟我说话，我心里就越难受。小云姐，杨师傅只是爱面子啦，而且他发烧还没有完全好，也没有精神呢。小云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把这件衣服补好的，将来你还是可以穿上它呀。杨师傅说这叫什么西洋的缝法，叫做斜裁，是完全根据人的身体活动来裁的，好难呢。要是我补得不好，就会影响到整个衣服的样子了，所以我还没有动手。小俊，我爸是靠自己的悟性，看着自己的客人从西方带回来的高级服装，自己无师自通的。可是我那么笨，怎么学也学不会，一定让爸很失望。像你这么聪明，应该已经学会了吧？其实杨师傅说这没什么难的，只是看你是不是细心，定下心来下每一针。他说的道理跟我妈妈说的都一样。其实小云姐，你做的娃娃的衣服就很精巧啊，可见你很有天分，别对自己失去信心哦。对。爸，既然李勇是不小心放的火，那他为什么要拒捕啊？这里边的确有问题。吴群伤重不治，李勇又出事了，王毅又什么都不肯说。现在只有等阿发醒来，才能问出个大概。喂，是吗？好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哎，爸，怎么了？阿发醒了，咱们赶紧去医院。啊，这边请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这人呢？啊，他应该躺在床上的，怎么会不见了呢？爸，我看看去。阿发，阿发，阿发，小心小心！不要问我！阿发，阿发，我是世贤，我是淑华的丈夫世贤呐。少爷，你这个狼心狗肺！狼心狗肺！为什么抛弃嫂子和孩子？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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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在那儿，快！我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别打！别拉我！别拉我！我不要紧，阿发，你听我说，我不会抛弃淑华他们母子的，我这不是来找他们了吗？你快告诉我，他们在哪里？你现在找他有什么用？他已经死了！他已经死了，就连孩子失落到哪里都不知道。你现在来找他有什么用？不可能！你骗我！淑华不可能死的，淑华她一定会等我的。他死了，他死得平平交加，他死得孤孤单单，都是因为你抛弃了他。7年来你对他不闻不问，你还说让他等你，你现在来找他有什么意义？他死了，死了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淑华不可能死的，她会等我的。她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！你告诉我她在哪儿！少爷，你告诉我！
你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，就连孩子也不知道是生是死。你去过你的快乐日子，就当7年前他们就已经死了。淑华这7年来过的苦日子，你是不会明白、不会了解的。我要替他们讨回公道，我要杀了你这个负心汉！别拉着我，我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淑华，淑华，淑华，他不可能死了，他不可能死了！淑华，你怎么会这么薄命啊？淑华，淑华，淑华，淑华不会这么糊涂，淑华他会等我回来的。淑华，淑华，淑华，淑华。淑华，淑华，淑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淑华，你不可能不等我回来的，淑华。阿发，说的那些情况，应该是真的。你要接受这个事实。不可能！淑华说了要等我回去，他说过要等我回去团聚。我不信！我不信！我不信！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而且我们的儿子也出生了。这2年靠你的刺绣工作赚了不少的钱，我才可以给你买这个。哎呀，淑华，别哭，别哭，刚生完孩子不能哭的。少爷，你就不要说东说西了，快帮淑华戴上啊！来，我给你戴上。你现在来找他有什么用？他已经死了，他死的平平交加，他死的孤孤单单，就是因为你抛弃了他。7年来你对他不闻不问，你还让他等你，你现在来找他有什么意义？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小军，这衣服破成这样了，还能缝好吗？是很难，不过
总要试试看嘛。您慢一点儿，杨师傅。杨师傅，您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嘛，反正店里又没生意。没生意又怎么样？没生意也要开门呐，这是对客人的尊重。爸，你身体还没有全好，再回屋休息一会儿吧。这家店我开了几10年了，生意再不好也要开下去。等我死了，就没有人再开这店了。到那时候，想休息多久就休息多久。你还缝这个干什么？破成这样还能缝好啊？扔掉算了。小云姐姐，小云姐姐回来，你明明就很高兴，干嘛故意把她骂哭啊？谁说的？她回来住不了3天，又要跑出去，我才不管她呢。不会的，我觉得小云姐姐这次不会走的。随她去吧，反正我早就当没这个女儿了。小云姐姐，你不要难过了。杨师傅只是口头上说说，他没有真的生你的气。我爸他不会原谅我的。不会的，杨师傅是你的爸爸呀，父女之间哪有什么大仇啊？可是，以前我那么的不孝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才能让他相信我已经后悔了。没关系，就算我爸把我赶走了，我也一定要把那件嫁衣带走，就当是我爸留给我的纪念吧。我会尽快帮你把它缝好的。不，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它缝好，这样的话才会有意义。可是那件衣服真的很难修补啊，我都想不出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补它了。小军，只要有决心，我相信一定能把它补好的。虽然我的裁缝技术已经荒废了很久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要重新学习，把爸高明的技术传承下来。太好了，我会跟你一起努力的，让杨师傅看见你的决心吧。小军，我真的很谢谢你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妈妈哥哥，我来找你们玩啦！如萍，你来啦！小姐，如萍一直吵着要找你们玩，我实在拿她没办法了，就带她过来。会不会吵到你们啊？你们都不找我，我一个人好无聊哦。哎呦，宝贝儿啊，这种地方破破烂烂的，有什么好玩的？奶奶说要多雇几个人给你当玩伴，你怎么就是不依呢？我不要，花钱买来的才不是朋友呢，是佣人。我要朋友，不要佣人。啊？小孩子比老太婆都懂事儿，花钱买来的能是朋友吗？你真是。如萍，你看这地方又小，杨师傅还要工作，打扰到他不好。就是啊，家里头有那么多的玩具，还有吃的喝的，在这儿你看看，又是针又是尺的，多危险呢！万一你受伤了，奶奶怎么舍得哦？我不要，这里比较好玩，我要在这里玩嘛。出去都出去，吵吵嚷嚷的，我怎么做活啊？如萍，这样好吧，我去你们家看书、听音乐，我还可以念故事书给你听。对，这才对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家的留声机啊，那才好玩呢。你要是喜欢的话呢，等如萍她爸爸回来，我叫他放给你听啊。
真的吗？谢谢您，夫人您最好了。果然跟如萍说的一样，您是最好心的奶奶。啊？哦，好好，那走吧啊。哦，出去玩喽！走了，走啊，走，乖，哎，慢点慢点。哎，如萍，小心点儿，危险！如萍，你是女孩子，走路要走在里面；我是男生，要走在外面一点。为什么女生要走在里面，男生要走在外面？因为如果有人跑过来，就不会撞到你啊。有车子经过水坑，溅起的水也不会喷到你啦。那不就撞到你、喷到你了吗？哎呀，我是男生，没关系啦。夫人、少奶奶，你们也要走到里面一点哦，让我来保护你们吧。哦，瞧你这小鬼，小不伶仃的，也想保护我？走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世贤小时候就是这样，快点说要保护我，嘴巴可甜了。这孩子挺逗的，真讨人喜欢呢啊！小心点儿！你们玩的东西不要乱丢啊，玩好了就放在这儿。哎呀，等一下再收嘛。来，如萍，我教你弹这首，跟我一起唱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空放光明。哇，你的玩具乐器好多呀，真好。才不好呢，这些都是我爸爸买给我的。他每次出国或是去外地回来，都帮我带乐器。不过我喜欢娃娃，他不买，只有我妈妈还有我奶奶才会帮我买。可是我比较喜欢乐器啊，最好是真的乐器。那下次我爸爸再给我买乐器，我就送给你吧。可是我没有洋娃娃回送给你啊。没关系，叫我妈妈买就好啦。哇，当你家的小孩真好，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有什么好？你们有2个人可以一起玩，我只有1个人，而且以后我哥哥姐姐回来了，我还会被欺负。你说你有哥哥姐姐？对呀，大家都说我爸爸在外面生的哥哥姐姐回来了，会抢我们家的财产，欺负我和妈妈，我好害怕。圆圆姐、满满哥，要是他们来我家，你们帮我赶走他们好不好？没问题，谁敢欺负你，我绝对不饶他。那太好了，一言为定，我要打勾勾。好，我发誓，我要保护如萍，不被别人欺负。啊，那我就放心多了。圆圆姐怎么啦？我也不知道，她最近都怪怪的。咱们继续玩吧。玩完钢琴，你要陪我玩加加酒。好，跟我一起唱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走了走了，怎么了？妈妈给我的绣荷包不见了。不见了。我把爸爸的照片交给你了，你不会也放在里面了吧？快找找。你不会丢在外面了吧？哎，会不会掉在如萍家了？那我帮你去问问。哎，姐姐，现在都已经这么晚了，你不要出去了。如果真的是掉在如萍家，她一定会帮我们保管的。可是，我们明天再去问如萍好了。现在都已经天黑了，你跑到外面去很危险的。
万一给少奶奶看见了里面的照片，那她不就知道我就是如萍爸爸的孩子了吗？那该怎么办呢？她一定会很生气，气我们骗她这么久。而且，要是爸爸知道我和小杰做过扒手和乞丐，一定会很讨厌我们的。来，进去。瞧你，玩了一整天，连觉都没有好好睡。来，把鞋脱了。我明天还要跟圆圆姐、满满哥玩。你先睡觉，明天再说明天的事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满满哥的袋子哎。爸爸的照片，满满哥身上怎么会有爸爸的照片？来，给妈妈看看。这是满满哥的，我要还给他。你给妈妈，妈妈也会还给满满哥的。不要，我要自己还。完了，再让他们这样朝夕相处，怎么可能不相认呢？世贤明天就要回来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快点把小军和小杰弄走。好，这些是货款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多谢副总。那么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那慢走，不送。请。请。好，请留步。走好。留步。好。叶副总，您就这样把货款全部都付给了盛昌公司，连货都没见着，这行吗？现在生意不好做，要拿到那么多的进口药材，不是很简单的事。盛昌的门路很多，才能拿到那么多的货源。要是不是一开始就切货的话，价格根本就压不下来。可是，这付定金就行了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几乎把所有能动的现金都挪用去了，这太危险了吧？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，万一老爷问起来的话，一切都包在我身上。